教授在实验室举起刀，他果断地咔咔2刀下去，一个凄惨的生物变成了3瓣。此后，教授的噩梦就来了，这3瓣残体不但没死，又都长成了完整的生物。教授不信邪，他再接再厉，继续把每一条又切成了3瓣。12天后，就出现了9条完整的生物。教授懵了，他一定要摧毁这个不死之身。他找到了一条倒霉蛋，一刀一刀把它切成了几十份。10几天后，这几十份身体的残渣全都活下来了，一条变成了几十条。教授疯狂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眼前难道是个杀不死的家伙？教授并不知道，他无意之间寻找到了自然界仅有的3种长生不死的生命之一。自然界到底有哪3种长生不死的生命？人类如果深入研究它们，能够实现长生不死的愿望吗？有关这些神奇的发现，我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时间来到1740年，日内瓦公国的博物学家亚伯拉罕·特伦布莱在水塘里发现了一个微小的生物，后来生物学家就给这个小生物起名为水螅。水螅的英文名更有意思，它叫 Hydra。Hydra 是古希腊神话中的9头蛇，传说9头蛇砍掉一个头就会长出2个头，头越砍越多。水螅就是这样，它被切成好几份之后，每段都能重新长回来。这种现象叫做碎裂生殖。从画面中看，水螅似乎柔弱无力，水中飘散的感觉，其实那都是假象。水螅是一个杀手。咱们来放大观察，水螅把触角完全张开，等待着猎物上钩。一只水藻撞了上来，瞬间就不动了，因为水螅的触手里有很多毒针，能向水藻注射麻痹性的神经毒素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水藻就进入了它的肚子。水螅张开大嘴的那一刻，让我想起电影《沙丘》里的沙虫。如果把水螅放大4万倍，对人类来说，它可能比沙虫更加恐怖。水螅的再生能力够神奇吧？它的生殖方式同样神奇。水螅主要有2种生殖方式，第一种是无性繁殖，新的水螅是从自己的身体里长出来的，这就相当于克隆。新水螅与老水螅的 DNA 是一模一样的。这种生殖方式很特殊，叫做出芽生殖。当生存环境稳定、营养充足的时候，水螅就选择出芽生殖，3、4天就可以长出一只新水螅，迅速的繁殖。那如果环境条件不好了，比如说水温突然变冷，或者食物没了，怎么办呢？水螅马上就选择第2种繁殖方式，有性繁殖。有的水螅会变身为雌雄同体，自己产卵，自己受精，发育成新的胚胎。这个胚胎生出来 DNA 与母体是一模一样的，本质上还是它自己。但是如果自然条件还会进一步恶化到整个族群都无法生存了，怎么办呢？水螅还有一招特别绝的方法，就是有的化身为雄性，有的化身为雌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受精卵呢就带有2条不同水螅的基因，形成了遗传多样的受精卵。这种变异打破了原有的固定基因的模式，新个体中可能会突变出新环境更有适应力的变种。这正是达尔文进化论中变异加选择的绝佳的例子。这3种不同的生殖方式都是为了水螅这个物种能够更好的传续下去。但是水螅最神秘的地方在于，它是一种长生不死的生物。所谓不死，并不是说它不会被饿死、干死、被吃掉等等死法，而是说水螅不会变老。目前在实验室里得到的观测结果，水螅几乎不会表现出衰老的迹象。水螅为什么会不老呢？我们人类能否像水螅一样永远不老死呢？问题的关键在于干细胞。什么是干细胞？干细胞是没有分化的细胞，是生物体的原材料。打个比方，干细胞就像是面粉，它可以做成各种面食，变成功能性的细胞，比如生成皮肤细胞保护身体，肌肉细胞进行收缩，神经细胞发送信号，像人的肠道内壁细胞
环境太恶劣了，不断受到食物、酸和细菌的侵蚀，所以肠道内壁细胞每4到5天就会再生一次。这些细胞都需要干细胞的启动来完成。还有一个肝脏细胞的例子啊，肝是人体的代谢中心，负责处理毒素、酒精、药物等，非常容易损伤。当肝严重损伤或者肝硬化等极端情况下，干细胞就会出动，对肝进行修复。科学家发现，利用干细胞的再生能力，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、组织，甚至是器官。这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分支，叫做再生医学。这么重要的干细胞，人体内有多少呢？大约占人体细胞总数的1%到2%之间。那么水螅身体里的干细胞有多少呢？大约60%到65%的细胞都是干细胞。这个数字简直是恐怖啊！大量的干细胞存在，就是水螅能无限再生、几乎不衰老的根本原因。水螅到底是怎样重生的呢？科学家们做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实验。这是一只经过改造的水螅，在紫外线照射下，它的表皮细胞发出紫色的光，内部细胞为绿色。然后科学家们就把这只可怜的水螅压成了一团肉泥。从视频上可以看出，水螅的表皮细胞与内部细胞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恐怖的事情开始了，肉泥居然复生了，它的细胞立刻重新组织，紫色的外皮细胞被迁移到外层，绿色的内部细胞也逐步归位。为了形成身体内的空腔啊，水螅会把多余的细胞排出体外。干细胞开始大显身手，它们正在生成身体的其余部分。几个小头同时出现了，它们都想成为新的头部，最终有一个头胜出，新的水螅出现了。它和那只压成肉泥的原身拥有完全相同的 DNA， 本质上它们是同一只水螅。这段视频的确让人大开眼界。时间来到1898年，美国生物学家托马斯·摩根开始日复一日地切割一种像扁平泥鳅一样的东西，这种小生物叫做涡虫。其实从1774年开始啊，就有生物学家在研究涡虫的再生之谜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。直到今天，涡虫碎尸的记录仍然是摩根创造的。有一条倒了8辈子霉的涡虫，被摩根切成了279段，最后每一段都重新长出了一条新的涡虫。涡虫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再生能力呢？同样是因为干细胞，它全身细胞中20%都是干细胞，这就保证它可以生成身体的任意部位。摩根切出了丰富的经验，最后他还切出了新花样，每次都切出了这样的涡虫——双头虫。我第一次看到双头虫的时候啊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它从哪里拉出来的呢？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同样的问题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先喂涡虫吃它最爱吃的蛋黄，它高兴的都钻进去了。涡虫的嘴长在身体的中部，它没有肛门，那怎样排泄呢？原来它是用嘴排泄，从哪儿吃进去的就从哪儿拉出来，所以双头涡虫完全可以存活。涡虫为什么能长出2个头呢？摩根认为，涡虫的头尾就像是磁场中的2极一样，是互相排斥的。他称这种现象为头尾极性。但是中段不一样，如果在特定的位置切，头尾的极性信号就会丢失，中段的2端都会认为自己是尾部，所以2端都会长出头来。这张画稿就是当年摩根的研究手稿，从手稿里可以看出，他找到了好几种切法，什么斜切法、微型割法，不但能够切出双头涡虫，还能切出带尾巴的双头涡虫。但是头尾极性理论真的能够解释双头涡虫的存在吗？这个谜题还得用现代科技来研究。涡虫有一对很萌的小眼睛，这个眼睛的结构很简单，主要是对光做出反应。用贴了一半的黑胶布的盒盖来做实验，涡虫会迅速地进入到黑暗的半边，换个边也一样。因为涡虫不喜欢光，这就称为缺暗性。科学家设想了一种古怪的切法，他们先把头切下来，再把左眼边上的半边脸切下来。别急啊，最后一步他们再摘出一只眼睛。这种情况下
会长出什么样的涡虫呢？他们认为涡虫会长出3只眼睛来。实际的情况与他们设想的一模一样，3眼怪虫出现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涡虫的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，它在没有外部中心控制的前提下，仅依赖自身的干细胞就能自发地形成功能性的结构。咱们再具体的解释一下，现在这个头的形态非常古怪，系统就会自动的在势能的低点寻找一个部位形成眼睛，这个点就称为吸引子。但是随着头部慢慢的长出来，整个系统很快就会感知头部失衡了，在头部轴线的右侧没有眼睛，这是不行的，右侧没有眼睛，光感的功能就不准确了，系统就赶紧再生成一个眼睛，这就是3眼怪的由来。看来摩根的解释是对的，涡虫的确拥有极性场的机制，可以引导干细胞再生的方向，这就是涡虫再生的秘密。时间来到1988年的夏天，20几岁的德国海洋生物学学生克里斯蒂安·索莫和女友在意大利度假。索莫擅长潜水，他在海底捕捞了一些非常美丽的水母，其中有一种水母的名字叫做灯塔水母。几天后，索莫惊讶地发现，他养在瓶子里的水母都没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仔细观察，发现瓶子底部有一些卵状的小球，这是水母的卵。索莫突然意识到，他无意间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，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生物有返老还童的现象。什么叫返老还童呢？灯塔水母在环境不适合生存的时候，比如水温变化了，食物不够了，甚至科研人员用镊子轻轻地夹它一下，它都觉得不得了了，要完蛋了，然后呢就要变体逃生。怎么变身呢？首先由成熟的水母变成退化水母，它的触手逐渐萎缩，伞体逐渐失去张力，体积缩小。下一步，营养细胞发生萎缩，全身组织开始丧失功能，这一步称为解构。再下一步，退化成一团胶冻状的物质，全身细胞迁移，聚集在伞体的残余中，最后呢会收缩成一个小小的囊状结构，称为囊泡。此时灯塔水母就完成了返老还童的过程，它的体细胞会退化成未分化的细胞，也就是回到了干细胞的状态。下一步就是重新长大的过程，囊泡发育成水螅体。出问题了，是不是熟悉的画面回来了呢？它怎么长成了水螅的样子呢？原来这才是灯塔水母真正的秘密，它并不是水母，它其实是水螅纲的一种生物，与水螅是近亲。它们之间的区别是，水螅终身以水螅体的形态存在，没有水母体阶段，而灯塔水母在水螅态之后还会长成水母的样子。从这一刻起，灯塔水母就完成了一整个循环，它使用返老还童的手段，永远逃避了死亡。目前在实验室中观察的灯塔水母，最多的完成了几十次的反复逆转，那它们最终不还是死了吗？都不是老死的，都是其他原因死的。所以灯塔水母的循环其实是无上限的。水螅纲的动物太厉害了，它们在进化的道路上居然产生了2种长生不死的生命，而且长生的方式还不一样。那么灯塔水母重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科学家发现，当灯塔水母处于囊泡形态的时候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对细胞进行重新编程与修复。这个时候它们也不能动了，身体的能量呢就开始用于修复细胞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称为染色体端粒。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 DNA 重复序列，主要作用是控制细胞的分裂周期。每次染色体复制后，端粒就会消耗一些，一旦端粒消耗殆尽，染色体就失去了保护，就会形成损伤，这会导致细胞的死亡，最终也会导致生物体的死亡。我们以前多次介绍过端粒人体染色体的端粒可以让细胞分裂50次左右，在这之后细胞就不再更新，这个数称为海弗利克极限。在灯塔水母的囊泡中含有大量的酶，这些酶是专门用来修复端粒的，被称为端粒酶。有了这种酶，缩短的端粒会重新变长，所以
这是灯塔水母长生不死的秘密，它的染色体端粒永远不会消失。那我们人类能够利用灯塔水母的端粒酶变得长生不老吗？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强行让端粒酶保持高活性，细胞就能够无限的分裂。无限分裂的细胞是什么？那不就是癌细胞吗？结果是什么呢？科学家给小鼠的细胞中注入过人类的端粒酶基因，发现小鼠的细胞的确是逃避了衰老过程，但是小鼠的浑身上下都是肿瘤，得了淋巴瘤、肝癌、皮肤癌等等。小鼠不但没有长生不死，反而很快就 over 了。目前通过端粒酶基因延缓衰老还是行不通的。以上呢，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3种不死的生命，目前地球上只发现了这3种，所以它们也是非常珍贵的研究样本。水螅、涡虫、灯塔水母都拥有持续活跃的干细胞、稳定的自组织再生网络和强效的端粒修复机制，3者合力让它们打破了生物体的衰老宿命。这些研究对人类很有意义。通过解码它们的机制，我们或许能够走出死亡与老化的宿命，为人类开辟新的进化之路。最后，我再聊几句感想。虽然我也渴望长生不死，但我一点也不羡慕这3种小生物的长生状态。水螅与灯塔水母连大脑都没有，涡虫只是一个怕光、四处游走的行尸走肉。它们的生存除了增加了一点自然界的生态循环之外，完全没有意义。它们的生命并不是人类渴望的生命。在我们不断追求长生的时候，或许更应该思考的是，什么样的生命才值得永恒存在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